不管您现在手头正在忙什么，是正在准备午饭，还是打算出门散步，都请您先稍微停一下，花个几分钟时间，赶紧把您的银行存折拿出来看一看，或者打开您的手机网银查一查，这件事真的不能等。如果您或者您家里已经退休的长辈，不小心属于我今天要仔细跟您说的这4种情况，那么哪怕您过去10几20年每个月都按时收到钱，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也很可能从不久之后开始，您的退休金就会突然没有任何通知的停止发放了。更严重的是，之前多领的钱，政府还可能一分不少的连本带利的向您追回来。这绝对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这不仅仅是钱突然没了的问题，搞不好还会让您背上一笔意想不到的债务。眼看2025年快要过去，2026年很多新的规定、新的核查动作都会陆续上路，这的确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位退休老朋友钱包甚至生活安危的大事。想想看，很多长辈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每个月从薪水里扣钱缴保费，缴了几十年，盼的就是退休后能有一笔安稳的钱过日子。要是因为不了解规则，这笔赖以生存的钱突然断了，那往后的日子可怎么打算？这个年还怎么安心过？我是林佑丽，欢迎大家来到健康永驻这个频道。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我真心建议您现在就伸出您宝贵的手指，帮我点一下订阅追踪，因为我每天在这里就是专门为我们中老朋友讲解大家最关心的身体健康、养老保障和各类保险福利话题，帮大家提前看懂政策，绕开那些隐藏的陷阱，牢牢守好我们自己的养老本钱。今天佑丽就是要专门来跟大家深度聊聊这个退休金可能被冻结停发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特意制作这一期节目呢？就是因为最近我在频道的后台收到了太多的私信和留言，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焦急地问我，佑丽啊，我最近看 LINE 群组里好多人都在传，说现在要领退休金都得用手机对着脸做那种眨眼睛、摇摇头的认证，不然下个月钱就进不来了，这是真的吗？我用的还是老式手机，网络时好时坏，那些高科技的东西我根本不会弄啊，这可怎么办才好？看到大家这么担心，我真的非常感同身受，也觉得必须立刻出来帮大家把这件事情彻底讲清楚。在这里，我首先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帮大家彻底厘清一个关键点，我们台湾的退休金发放制度和对岸或是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台湾，只要您依然是安安稳稳的住在国内，您的户籍没有因为出国太久而被迁出去，一般来说，您是完全不需要像国外那样，每年去做一次什么生存认证，或者对着手机镜头做那些刷脸动作的。这是因为我们政府的户政系统跟劳保局的发放系统一直是联网的，您的户籍资料在系统里正常存着，系统就会默认您是健在的状态，退休金每个月就会自动汇到您的账户里。但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不需要刷脸认证就觉得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了。真正的问题往往就藏在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里面。根据劳保局最新的内部规定和加强查核的动作，虽然不需要全面刷脸，但却有4种特别的情况被系统列为了重点的稽查对象。只要系统的数据比对扫描到您符合这4种情况的任何一种，它就一定会像遇到红灯一样，毫不犹豫地把您的退休金发放流程给挡下来，暂停掉。这跟你以前领钱顺不顺利完全没有关系，就像开车一样，以前一路绿灯，不代表这个路口不会遇到红灯。如果您不注意这些细节，这养老钱啊，说不定真的就在您不知不觉中飞走了。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第一种人，这也是最近1-2年最多人无意中踩到地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因为长期居住在国外，导致户籍被依法迁出的朋友。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长辈退休之后，选择去国外帮子女带孙子孙女，享受含饴弄孙的快乐，或者干脆就搬到气候环境更好的国家去长期养老，这都是非常好的事。但是您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的法律规定，根据我们户籍法的相关条文，如果您离开台湾，出国超过2年的时间，期间都没有持中华民国护照正式入境台湾一趟，那么户政事务所的电脑系统就会自动将您的户籍资格迁出，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除户。这个除户动作本身只是户籍管理上的一个程序，但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劳保局那边的发放系统
会定期和户政系统进行资料比对。当他发现您的户籍资料在户政系统里查无此人的时候，为了严格防止有人已经过世，但家属还在继续冒领退休金的极端情况，系统内部的防御机制就会自动启动。结果就是暂时停发您的所有年金给付。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位粉丝陈妈妈，她去澳洲帮儿子照顾小孩，一住就是3年多，期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回台湾。结果有一天她让儿子查账户，发现退休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进账了。老人家急得晚上都睡不着，以为这笔钱是不是被政府给吞了。其实啊，真的不是被吞了，而是被系统的安全机制给卡住了。那万一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时候请您一定不要慌张，更不需要为了办这个手续特意花上好几万块钱买张机票匆匆忙忙飞回台湾。您只需要在您居住的国家向我们当地设置的驻外使馆或者代表处申请办理一份叫做文书验证的正式证明文件。这份文件的核心作用就是由我们官方的驻外单位来证明您人虽然居住在海外，但依然健在，身体健康。您办好这份文件之后，把它寄回台湾的劳保局。只要劳保局收到了这份有效的证明，确认了您的生存事实，那么您的退休金发放就会立刻恢复。而且之前因为被暂停而少发的那几个月的钱，政府也会一分不少的一次性补发给您。所以家里如果有亲友长辈是长期旅居在国外的，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手续没办，就把自己维持生活的现金流给切断了。紧接着我们要来说说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讲起来可能有点令人心酸，但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也确实不少见，那就是因为债务问题，名下银行账户被法院扣押、冻结的长辈。有些长辈可能是因为年轻时做生意遇到了挫折，或者是因为一时心软，帮朋友，甚至是帮自己的孩子做了担保人，结果对方还不出钱跑掉了，这笔债务就落到了担保人，也就是我们长辈自己的头上，最后导致名下的银行存款账户被债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给冻结了。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比您每天都在眼巴巴地等着那笔退休金入账，好去买菜、买药、付水电费，结果钱刚刚汇进您的账户，您的手机短信通知才响起来，钱甚至还没在账户里焐热，就已经被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瞬间划走，拿去抵扣债务了。这对于完全依赖每月退休金来生活的老人家来说，简直就像是晴天霹雳，基本生活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但是佑利在这里一定要教给大家一招，这是法律专门留给我们退休人员的保命符，这个知识在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请您一定要记在心上，或者拿笔写在日历的显眼处。如果您不幸背负了债务，面临账户被扣押的风险，千万不要再使用您平常的薪资账户或者是一般活期储蓄账户来接收退休金了。您要做的是赶紧带着您的身份证正本，亲自去一趟劳保局，申请开具一份退休金给付证明。然后您就拿着这份至关重要的证明，去指定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土地银行或者是邮局，申请开设一个非常特殊的账户，它的全名叫做社会保险给付账户，我们通常简称为社保专户。这个社保专户可不是普通的银行账户，它是受到法律特别保护的账户，就像是给您的养老钱穿上了一层刀枪不入的防弹衣。凡是存进这个专属账户里的退休金、保险给付，不管是法院发来的强制执行命令，还是银行信贷部门的扣款，亦或是任何债权人的追讨，统统都不能动，谁都扣不走。这其实就是我们政府为了保障退休人员、身心障碍者等弱势群体能够维持最基本生存权利而设立的一道坚固防火墙。我见过太多长辈因为完全不知道有这个社保专户的存在，白白让自己的养老金被扣走了好几年，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实际上，只要您花点时间，亲自跑一趟劳保局和银行，这个困扰您多年的难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说完令人担忧的债务问题，我们再来看看的3种情况。这类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主要针对的是领取国民年金，就是我们常说的国保里面的福利性津贴，或者是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朋友，也就是您的领取资格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符合当初发放的条件了。大家要知道，我们台湾的社会福利体系里，有一部分津贴是救急不救穷的，或者说是设置了排付条款的。比
比如说国民年金里面的老年基本保证年金，它最初的设计初衷是给那些经济上比较弱势、没有其他劳保退休金可以领的长辈，一个月几千块的基本生活补贴。但是如果您最近的财产状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运气很好，老家的土地被政府征收了，拿到了一笔可观的补偿金，或者儿女非常孝顺，赠予给您一套价值比较高的房产，又或者是您自己买卖房产赚了钱，这些都会导致您名下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总价值，在扣除贷款负债之后，仍然超过了政府法规所明文规定的排付门槛。那么很抱歉，当户政财税系统的资料和劳保局系统一进行比对，发现您的资产明显增加了，下个月这笔几千块的福利津贴很可能就会被系统自动判定取消资格，停止发放。还有一种比较特殊，但也必须提醒大家注意的情况，就是如果有些长辈因为一时糊涂触犯了法律，目前正在监狱里服刑，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在吃公家饭。既然您在监狱期间，基本的食宿是由国家来负责承担的，那么像老年基本保证年金或者身心障碍者生活补贴这类纯粹属于福利性质的津贴，按照规定通常就会暂停发放。道理很简单，社会福利资源必须要讲究公平分配，不能让一个人同时享有国家提供的双重生活保障。不过这里要特别区分一下，如果您领取的钱是您自己年轻时按月缴交保费所累积起来的劳保老年年金，那么这笔钱属于您个人的保险给付，是您自己缴费换来的权益，一般不会因为您入监服刑而受到影响，该发还是会发。但最怕的就是很多长辈其实搞不清楚自己每月领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钱，结果明明福利津贴的资格已经消失了，比如资产超标了，自己却不知道，还在继续领，这就构成了异领。您可千万不要觉得多领了几个月是赚到了，政府的电脑系统可是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旦事后被稽查出来，劳保局不仅会发正式的公文通知您，要求您把多领的钱全数退回去，甚至还可能加计利息。如果金额比较大，他们甚至有权直接从您未来符合领取资格的劳保年金里按月扣抵一部分，直到还清为止。真到了那个时候，每个月到手的钱突然变少了，生活反而更拮据，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划不来啊。最后这第四类人，佑利必须把表情严肃起来，非常郑重，甚至带点严厉地提醒大家，因为这已经触及了法律的底线。那就是家中的长辈已经过世，但家属却没有及时申报，甚至故意隐瞒继续冒领的情况。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亲人离世，家属悲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再难过，该办的手续，该守的规矩，我们还是得按部就班地完成。有些家庭在长辈过世之后，子女们忙于处理丧葬后事，千头万绪之中，可能一时疏忽，忘了第一时间去户政事务所办理死亡除户登记。但更糟糕的是，有极少数人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觉得反正提款卡和密码在我手里，政府那边不一定那么快知道，能多领一个月就是一个月的钱。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种念头千万不能有，连一闪而过都不可以。现在的政府系统，户政、警政、医院的死亡通报，甚至殡葬管理系统的资料，很多都是内部联网，及时更新的，效率非常高。一旦系统通过交叉比对，发现这位长者已经去世，但他名下的退休金却还在持续的被提领、被转出，那么这件事的性质就彻底变了。这就不再是简单的停发或把钱退还就能解决的民事问题了，这在法律上极有可能被认定为诈欺取财罪和伪造文书罪，这些都是公诉罪，也就是说，不是劳保局跟你私了就行，而是由检察官主动提起的刑事犯罪诉讼。这意味着会留下前科案底，最严重的情况，主要负责人还可能要去坐牢。劳保局不仅会通过法律途径，把家属多领的每一分钱连同利息全部追讨回来，相关的家属还可能因此惹上漫长的官司，身心俱疲，为了这区区几个月的钱，赌上子女甚至是自己的前途、名誉和自由，这实在是太糊涂，太不值得了。所以，万一家里有长辈不幸过世，作为家属，第一要务就是尽快去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手续，并且主动通知劳保局，请他们停止发放退休金。该为长辈申请的一笔丧葬补助，我们可以依法去申请，这是您的权益。但不该拿的钱，我们一分一毫都不要去碰，只有这样，晚上睡觉才能踏实，面对先人也才能心安。
讲了这么多比较严肃，甚至有些沉重的话题，又立在最后，还要再苦口婆心地啰嗦几句，做一个我认为极其重要，可以说是关系到您毕生积蓄和身家性命的防诈骗警示。每到年底，或者是社会上有什么政策要变动、福利要调整的消息传出来时，也正是那些躲在暗处的诈骗集团最为猖獗、最为活跃的时候。这帮人坏透了，就是专门利用我们中老朋友平时可能消息没那么灵通，又特别担心退休金出问题，怕给儿女增加负担的焦虑心理，精心设计出各种各样听起来天衣无缝的诈骗圈套。您很可能会接到自称是劳保局专员、健保署稽查科，甚至是地检署检察官或警官打来的电话，对方的口气通常非常凶狠、急促，背景音里有时还能听到类似办公室敲键盘的声音，或者是警车鸣笛的声音，以此来增加恐吓效果。他们会吓唬您，说您的身份证件被盗用了，您的年金账户因为涉及洗钱已经被冻结了，您涉嫌违规领取补助等等，然后要求您配合调查，赶紧把账户里的钱转移到他们指定的所谓安全监管账户，进行资金公证，不然就会永久冻结，这辈子都别想再领到钱了。还有一种常见手法是发手机短信给您，里面带一个链接，点进去是一个模仿的跟劳保局官网几乎一模一样的钓鱼网站，让您输入银行账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叔叔阿姨们，请您一定要把下面这句话当作铁律一样刻在脑子里。凡是主动打电话给您提到钱的，凡是开口向您要银行卡密码、网银密码或者短信验证码的，凡是叫您去 ATM 提款机前进行任何英文界面操作或者资金归户的，100%通通都是骗子，没有任何例外。真正的政府公务机关，如果您的年金发放真的出现了问题，需要您配合处理，他们唯一的通知方式就是寄送正式的盖有官印的公文挂号信到您的户籍地址，绝对不会用电话来办案，更不可能在电话里要求您进行任何转账操作。如果您接到了这种可疑电话，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哪怕当时在慌张、在害怕，也请您先做几个深呼吸，然后直接挂断电话。挂断之后，给您信得过的儿女打个电话问问，或者干脆直接拿起电话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把刚才的情况跟专业的警务人员说明一下，请他们帮您判断。切记，千万不要一个人闷着头，照着电话里的指示去操作。您要知道，一旦您把那个关键的短信验证码告诉了骗子，您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准备用来养老的积蓄，很可能就在几秒钟之内被他们转到海外的账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后悔药都没地方买了。我们老百姓忙活一辈子，图的就是晚年能有个安稳踏实的生活。退休金就是我们这份安稳生活的基石，是我们的保命钱。了解和保护好自己应得的这份权益，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责任。佑丽今天絮絮叨叨讲了这么多，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要吓唬大家，而是真心希望每一位长辈都能心里有底，把该注意的事情提前注意到，不要因为不了解政策而吃了哑巴亏，更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或是心急而掉进了坏人设下的可怕陷阱里。另外，最近天气真的开始转凉了，早晚温差特别大，大家平时出门买个菜，去公园散散步运动一下，一定要记得多穿一件衣服，戴个帽子保暖，路上如果湿滑，也要格外留神脚下。对我们来说，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这才是最大的财富。如果您觉得佑丽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对您有一点点帮助，或者让您了解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信息，那么恳请您动动手指，把这部影片分享到您的家族群组里，或者转给您的老同事、老邻居，特别是那些子女长期住在国外，或者正在为经济问题、债务问题发愁的亲戚朋友，您这随手的一个转发，很可能就帮他们避免了一个大麻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这真的是在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我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的这个善举，福气一定会回到您身上。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聊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什么地方没听明白，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社会保险专户具体怎么申请，需要带什么证件，都欢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佑丽只要看到，一定会尽快回复您。我是林佑丽，我们下期影片再见。